你一定要记住，有钱千万不要存银行，不然银行把你打死。刚刚我一个朋友给我转了5000块钱，取不出来，直接把我银行卡封了。我去问工作人员，我说为什么不能取别人给我转的账？他给我说要证明关系。那我问他，如果是我爹给我转账，我是不是要证明一下我是我爹的儿子，对吧？我爸还是我爸，我是我爸儿，我还证明一下，是吧？中国银行这么大的银行，连想取点钱都取不到，黑灯瞎火的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最近不少人发现自己在银行办理存款、转账等常见业务时，竟然面临前所未有的限制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？中国银行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背后潜在的关键问题，带你了解银行现状，揭开背后的真相。刚去银行取钱，柜员问我取多少，我说30万。他问预约了吗？我说约过了呀。他查了一下电脑，接着问取这么多钱干嘛用啊？我说发工资。他马上来劲了，说发工资我们可以代发。我说不用了，我自己发。结果他还不死心，一通介绍，我们代发能降低现金风险。你多少人啊？我说10来个吧。他算盘打得啪啪响，代发费35个人加起来，你10多万也就300-400块。代发省时省力，效率高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我有点烦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他还在那边劝，我也有点上火。老板是让我来取钱的，我回去要是报账说扣了300-400，我怎么交代？再说了，这次发的是奖金，公司就是想发现金，大家拿在手里感觉光荣。而且我预约的时候说了要取现金，今天来了，你们还一直推销代发，这样合适吗？好家伙，一听这话，柜员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再也不提代发半个字，脸垮下来了，磨磨唧唧的把业务给办了。我取钱了，他不叫我取，我等了钱救命了，我爸昏迷了，他就要把全人给他打电话砸他，有人给他打电话取钱不要取，我爸等我救命了，我取钱取不出来，给您转了，有这银行啊，就这几个人给他打电话打来了，我爸的病他都给占了，就是有这银行啊。早晨上中国银行办点业务取钱，取的还不多，就取几千块钱 ATM 机取不出来，显示那个受限，金额受限。后来一问银行是怎么回事，银行工作人员说的，你取多少钱？我说我取4000。他说4000你取不了。我说为啥？他说现在卡都受保护，他那个每个月那个一次只能取2000，一天一次只能取2000。哎呀，我很不理解这个事儿啊。那我存钱怎么不受限呢？我取钱受限，存钱不受。我存钱一天存他妈8万也不受限，我取钱一天一次只能取2000，一天只能取2000，这谁规定的呀？这什么意思？我自己的钱我取还取不出来了。然后上柜台他说你只能上柜台取钱了。我上了柜台叫了个号，一看我排到了23号，23个人取钱，办业务的就2个窗口。世界上最牛逼的银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我们中国的银行。他想怎么难为你就怎么难为你，想让你怎么用你就得配合他怎么用，想让你用多少你就得用多少。我就问你服不服？最近很多人的银行卡都转不了账了，对不对？人家银行说了，这都是为了保护存款人财产安全，这都是为了你好才对你非柜台交易进行限额的。于是乎一夜之间轰轰烈烈的全国限额转账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。单个账户的限额从1000到5000，从3000到1万到5万不等，一个地方一个样。现在经济本来就不景气，你说你一个开银行的还不让资金流动起来，你想彻底的变成一潭死水吗？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金状况相当严峻。原建设银行高管翟山英表示，有银行内部人员说，有超过300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竟然低于3%，这就意味着银行几乎是入不敷出。而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一家城市银行竟然连每天拿出300-500块的现金的能力都没有。为了应对资金压力，这些银行只能在每个分行提供最多是20万的现金流。5月20号，6大国有银行再度下调存款利率，1年期定期存款首次跌破1%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而仅仅在2024年的4月，随着央行降息，3.9万亿存款迅速流出银行，涌向债市等非银行金融渠道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，多位分析师预测，今年6月
存款流出规模可能再次突破4万亿。这不仅意味着银行将面临4.2万亿的 NCD 到期的压力，还需要面对数万亿存款的流失。银行业挑战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时刻，压力山大，未来将何去何从？里边又是我的钱，我问这里边的钱是谁的嘛？是你们银行行长的还是谁的？是你？那为什么我的钱我不做搞不了了？你来源我的钱我查，我儿子给我汇的，从上海汇过来的，我再回去汇回去啊，转回去不行吗？你可以查，要么你就叫公安局，叫侦缉队来跟侦缉队，我们买飞机调到上海去查。不是你们这说的人都不是人讲的话，人听了都生气。你把你们行长叫来。我妈在银行存了10万块钱，是3年的定期，今天呀终于到期了。我和她呢就一块高高兴兴的去取钱，可是银行说我妈的卡里只有900多块钱。我妈当时就说不可能，我存的是整整的10万块，中间又没有取，怎么可能只有900多了呢？这是怎么可能呢？经过工作人员再三的核实之后，跟我妈说确实只有900多。就让我妈好好想一想，中间是不是取出来了，而自己已经忘了。那我妈说，我存的是定期的，从来都没有动过这笔钱。我妈当时都急哭了，说银行啊必须给个说法，这可是老人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。想着银行是既安全又可靠，还有点利息，可是呀现在3年到期了，存的10万块变成了900多，谁能接受得了呀？我妈当时就被气晕了，瘫坐在地上。真的下午这个让中国银行把我吓一身冷汗。下午那个中国银行的那个储蓄卡进了一笔钱，然后到地方缴费去了，他直接把这笔钱给我冻结了。我在那一块儿刷不出来钱，能显示你的余额，刷不出来钱，我都真的一身一身的冷汗。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太让人那个啥了，无语了。然后出来打客服电话，说是好像说是风险风控，说是检测到这笔钱有异常，我也不知道有啥异常，说要么等24小时或者48小时，要么直接去柜台检，明天到柜台上看看去。我第一次遇到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为什么突然把这笔钱给冻了。有网友表示，在银行遇到一个无奈的大叔，现在银行各种奇葩规定让人无奈，自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，取钱需要各种证明才能取，没有证明取不了，转账也限制次数和金额，存入银行容易，想取出来难，关卡层层卡住不让你取，存进去了就变成了银行的资产。银行才是最大的强盗，这句话你认同吗？我的钱我说了不算，银行说了才算。最近开学，很多家长连学费都交不上，因为限额。那去取现金，结果取了2000块钱就不让取了。问银行，他说是短暂限制，明天再来取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卡久一点不用，可能2000块钱你都转不出来。现在还有很多的银行每天交易限额是5000块，这没遇上急事还好，要是孩子上学、买房首付、突发急诊需要住院救命的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一共卡里边我取25000块钱，在这耽误了我20分钟，打了无数个电话要核实，我取钱要核实。我说我爱人住院，就跟我说你爱人住院在哪个科？我不住院，我花这个钱我取我自己的钱不行吗？可以。这里耽误20分钟，2万多块钱我取不出来，不停的打电话核实。这就是你们中国工商银行。哎，你好啊，我是四德支行的，麻烦您给我核实一个账户行吗？啊，就是他要取25000块钱，这个钱是今天进来的，然后今天要取，然后我这里边诈骗犯一个一个的抓不住，人家该怎么把钱转出去，正儿八经老百姓取钱，这核实那核实。你现在在机器旁边吗？我们国家的征信系统呢已经快嗝屁了，如果银行还按照这套标准来进行的话，可能会越来越难，因为没有人去贷款，没有人符合标准。以我为例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快70个咨询了，花户黑户占了80%。你说有公积金有资产的花户还好，黑户怎么搞？而且大部分都是男性，并且还是想创业的，想拼一把的人，想挣大钱的人。他们不是企业老板就是开店的，要么就想创业，但是经历过口罩的3年，到现在基本上半死不活。中国的征信系统其实基本上已经瘫痪掉了。如果说我们的银行还要按照这套征信系统来进行运营的话，那么银行早晚有一天会倒闭的。你现在看一看，
中国当下征信黑名单也好，逾期也罢，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男性？是不是都是那些想创业的人，那些企业家们，要么就是城市白领，基本上也就是他们在创业，在购房，在做生意，然后再做贷款。那这疫情3年，整个征信系统就已经被损坏掉了。现在有80%的人去银行根本就贷不了，因为银行的系统已经瘫痪了。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就看一下你们身边那些逾期的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性，不想认命，不甘平凡，还有点家庭责任心的那种。就现在事业单位的一些编制人员也会有这种情况，因为现在挣钱难，尤其是当下这种环境下，就有很多人的征信已经都被搞得千疮百孔了。老公今天出去取钱，就3000来块钱，怎么取都取不出来。不管是那个就是那个自助机，或者是那个人工台，都不行。就3000来块钱，也不是说3万30多万，就3000多块钱，为什么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取不出来？他那个手机 APP 上面显示说每天限额能拿取1万块钱，但是他那个机子里面就只能刷出1000块钱。就我不懂，就我那钱只是存你银行，又不是给你银行，我就想要点现金拿出来日常生活用，就这么困难吗？啊，然后排队等，又说操作不了，防止诈骗，咋的呀？人家诈骗我这3000来块钱吗？啊，都跟你说了是日常生活用了，不行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为你好，你想要我钱啊？那钱能到你口袋吗，小姐姐啊？是不是我的卡？钱是不是我的钱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现在转账，你们不给我转账，我来解封你们也不给我解封？你们现在问我说这个卡，我的卡的钱是转给谁了？多笔交易是转给谁了？我跟你讲了，我有转给我的朋友，也有朋友转给我的，然后也有我付的车费，也有我在网上就是正常的，包括我扫自行车也好，打车也好，我付车费都是我正常的转款。你现在让我把这些人一个人的名字转账给谁，转账给对方的这个人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去告诉你，一个一个的去对出来，并且把聊天记录告诉你，我怎么能做得到？并且让我把聊天记录打印给你。你们是警察吗？你们是在审问我吗？刚从工行出来，我真的觉得现在很离谱啊，家人们！我用我自己的钱，然后完了以后还要资金用途证明。别人给我转的钱，然后我提不出来啊，然后我去银行解决，叫他帮我弄一下，然后完了以后，这个短信上面显示要让我提交这个叫什么资金用途证明，这不是我自己的钱吗？我为什么要证明我把它花到哪里？离谱！然后打了8分钟的电话，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而且。我刚好在外地出差，然后我这个卡还不是本地的，这里还解决不了，所以我一直在外面打电话解决。我的天呐，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钱，就这么难吗？太疯狂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